我算是明白了，原来比亚迪才是最会搞事情的车企啊！给一台硬派越野去上华为智驾，这事儿你能理解吗？来，就这台车，方程豹豹8。来，看见没有？就中间这一颗呢是激光雷达，两边的不是啊，两边是它的红外夜视的传感器啊。这台车也有红外夜视的功能的，然后它用的是目前华为最新的乾坤3.0的这一套智驾系统，有城市有高速的智驾，而且都是无图的，也就是说，哎，你只要有路就能开了。那华为的这一套最新的智驾系统到底有多牛逼？大家可以在网上去看一看。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，那作为一台5米多长的硬派越野车型，到底有没有必要去上一套华为的智驾呢？觉得有必要的，在弹幕里扣个1；觉得没必要的，扣个2。然后我个人的看法呢，当然是有必要的，有总比没有好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说比亚迪会搞事情？它这一波操作，直接那些硬派越野就蒙圈了，尤其是坦克700这种，你后面的车型你到底是给智驾还是不给呢？你是跟还是不跟呢？对吧？这个就很尴尬了。而且比亚迪它自己是有智驾方案的，对吧？但是没用，要用就用现在最牛的智驾系统，所以这个就是比亚迪厉害的地方了。啊，当然了，这台车它卷的不仅仅是在智驾上面了，还有底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们还记得之前卖100多万的仰望 U8上面那一套主动式的液压悬挂吗？也就是云辇 P 还可以调频的那个，很牛很厉害，对不对？然后直接放在了方程豹8上面。之前你要花100多万才能体验到的功能，现在你可能够一够踮踮脚也能体验到了，而且这还是一个完全版没有缩水的云辇 P 的功能。然后举几个例子，比如它有3级刚度可调，它的阻尼可调，而且最牛的就在于它是有预瞄系统的，它可以通过激光雷达、双目摄像头，可以提前看到前方路况，比如前面有大坑啊，哎，它可以主动的调节悬挂的软硬这些，让你更顺畅了，哎，去过这个路段。那可能有人说，哎，之前奔驰不也有这种魔毯悬挂？但你要知道，这一套系统相比奔驰的那一个，它的技术啊，它的难度可得高多了。哦，对了，这套悬挂呢，还有140毫米的悬挂行程调节。OK， 那关于底盘部分呢，我趴下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这台车它前后都是双叉臂的结构，然后最主要是它的下摆臂要比之前方程豹5粗壮很多啊，特别粗壮。然后包括它们后面的副车架都是助铝式的。当然了，这台车还是有大梁的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。其实它定位更像是路虎卫士这种，就是我有很强的越野性能，同时我也得兼顾到一些豪华和舒适的体验。然后它并不是牧马人的那个类型。到这里的话，我们把动力总成也简单说一下。这台车它还是基于比亚迪的越野混动平台 DMO 来打造的。然后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台车它目前用上了比亚迪最新的2.0T 混动专用发动机，然后再加上前后电机，它目前的最大的综合功率可以达到550千瓦，峰值扭矩是760牛米，所以能够让这台大家伙的零百加速在4.8秒内完成。怎么样？我觉得在性能这一块的话，不用去担心，这个是比亚迪的优势。另外呢 ，DMO 平台下面的一些技术优势啊，比如像它的电池跟车身一体化的技术啊，电池包还是在中央的。然后我刚刚去看了一下，整个电池包下面的钢板覆盖也比较厚，然后整个底盘也是非常平整的。至于外观设计这些，大家都比较熟悉了。车身尺寸和坦克700的对比，大家看一下。其实站在旁边，这种体量感还是很大，气场是很足的。然后我觉得这台黑色的车挺帅的。然后我们到车上去看一下，打开车门，哎，看到没？下方有一个电动的脚踏 ，OK。然后我们再轻轻关一下，电吸门也是有的，包括这台车它的尾门也是有电吸的。来给大家听一下这台车关门的声音啊，哇！非常好听啊，非常的沉闷，很厚重的那种感觉，我挺喜欢的。然后整个内饰的话，其实和方程豹5的整个布局是比较接近的，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尺寸都放大了也好，比如它的液晶仪表盘变得超大个，包括它上面的字体的显示都要大很多，我觉得看着还挺爽的。然后这个中控屏，然后尺寸也要大了很多，还有一个副驾驶的屏幕啊，有几个点我特别喜欢。相比豹5的话，你明显感觉到这台车它在整体的内饰的用料、做工还有豪华感都更好了一些，就是它更有质感了一些。比如在这个小细节这儿，出风口中间有一个方程豹的这个小水晶的样式，哇，做了特别的细致。然后中间这些类似于像糖果豆的这种开关按键，我也挺喜欢的，包括这个升降式的挡把。然后这台车其他的地方的话，
坐着很舒服，然后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这个门把我觉得门把手做的过于粗壮了，包括我这么大个手都有点握不住，我觉得稍微再细一点会更好一些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哎，这儿有云辇的系统调节，然后有前锁，有后锁，然后它还有中间有个锁。这台车是有3把智能锁的，包括它有什么抱式掉头啊，还有低速4驱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驾驶模式，而且动画做的还挺帅的。前排的感觉很不错，我们到后排看一下。第2排的时候，我们上来可以拿这个把手，很硬派，我觉得很喜欢。然后后排有几个点，首先就是下方这一块，它是2个小液晶屏幕，然后你可以调节座椅的通风啊、加热啊，包括一些音响啊、空调啊，还有天窗等等的方面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帅的。另外一点就是第2排的座椅电动调节的，调到座椅躺的时候，哎呀，还挺舒服的。腿部空间，我的个儿1.87米，空间也挺宽敞的。然后打开中央扶手，这个杯架，哇，这个打开的质感你们感觉一下，哇，做的非常棒，非常棒。然后对了，忘了说了一点，就是这台车它有冰箱的，冰箱是有的，而且尺寸非常大。这台车17座，所以它第3排。而且我想说的一点就是，我是第一次在一台车上面看到，在第3排后备箱后方有这么多座椅调节的按钮。它不仅可以调节第3排的放倒升起，它也可以调节第2排的放倒升起，而且它可以一键把所有的座椅放倒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绕过来。OK， 我们先第3排的座椅。其实第3排座椅放倒之后，它的第3排的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，因为它垂直高度很大，而且这台车比较长，第3排还是比较实用的。OK， 第3排放倒之后，我们还可以放到第2排，然后我们再一键全部放倒。我只要按下这个按键的时候，它的第2排、第3排所有的座椅都会放平，然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空间。如果出去玩的话，它就可以成为一张特别宽敞的双人床了。但是有一点就是，它的第2排跟第3排放倒之后呢，还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小梯度差。你们可以感受一下，我是一个1.87米的大个儿，我坐在这里居然没有顶头。哇，这个空间做的真是太夸张，太夸张了。总体来看的话，这台方程豹 8真的是把所有的技能 buff 都给你叠满了，对吧？100多万老大哥上面的云辇 P 的液压悬挂也给到你了，对吧？还有目前最好用的支架系统也给安排上了，再加上它非常强大的性能，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特别实用的空间，所以这一台车它的各方面的产品，你真的是挺强悍的，你确实挺全面的，对吧？然后这台车最重要还是价格，因为毕竟是对标像坦克700，我们可以拿坦克700的价格呢做个参考。坦克700的起售价格呢是42.8万，那也就是说这台车入门版价格可能也在40左右。那当然入门的应该还是普通悬挂了。那按照比亚迪这么卷的性格来说的话，你们说它的最低配会不会把价格干到40以内？比如像38万多这种啊，如果入门版再给到华为的智驾，哇，那就真的太香了。